昨天同一天，同一個賽道，同是太空股，一隻收盤暴跌差不多 32%， 直接腰斬，另一隻逆着大盤漲了將近 18%， 一個在跳樓，一個在放煙花，就發生在昨天同一個交易日。更怪的是，這一天本該是整個太空板塊的節日，因為就在昨天 SpaceX 上市了，代碼 SPCX， 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 IPO， 一家公司一次性的從市場抽走750億美元，開盤就高開 11%， 盤中一度漲了快 31%， 收盤定格在漲 19.22%， 市值衝到了 2.11 萬億美元，比特斯拉還大，直接衝進了美股市值的最前列。按常理，龍頭這麼一飛衝天，整個賽道不得雞犬升天嗎？可現實正好相反，台上 SpaceX 在封神，台下卻是一片血流成河。維珍銀河暴跌了 32%， AST SpaceMobile 跌了 15% 還多，火箭實驗室跌了將近 11%， 可偏偏就在這片哀嚎裡，有兩支票反着往上竄。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掰扯清楚的事。我把昨天整個太空板塊的盤面扒了一遍，我發現這背後根本不是什麼情緒亂炒，是市場拿着一把手術刀，做了一道冷靜到可怕的精準切割。看懂這一切，你就看懂了這場2萬億 IPO 真正的玄機。而且我提醒你，這還只是第一層，真正的大戲藏在後面。而且這場大戲跟你手裡的指數基金、你的退休金賬戶關係大着呢。咱們先把這把手術刀看清楚。你回頭看那些被往死裡砸的維珍銀河、AST、火箭實驗室，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過去這幾個月他們能漲，靠的根本不是自己，靠的是散戶買不到真的 SpaceX， 買不到怎麼辦呢？只能退而求其次，買他們的影子當替身。可你再看逆勢上漲的那兩只，一只叫 Intuitive Machines， 做月球着陸器的，漲了超過 15%， 另一只 Firefly 做火箭的，漲了將近 18%。 他們憑什麼？你想想看， Intuitive Machines 是幹嘛的？他造月球着陸器，手裡攥着11億美元的 NASA 訂單，可他要把這些東西送上天，恰恰得用 SpaceX 的重型火箭。換句話說， SpaceX 越成功，他的生意就越紅火。他不是影子，他是真要靠 SpaceX 吃飯的家伙。 Firefly 也一樣，當天還拿下一筆 NASA 的月球分包。你看明白沒有？市場不是閉着眼睛亂賣的，他睜大眼睛在算賬，真要用到 SpaceX 的留下，甚至往上抬，只是冒充 SpaceX 的，拿它當遮羞布的，一腳踹開，這一刀劈得乾淨利落。那這些被踹開的影子，過去被吹得有多高呢？我給你看幾個數字。 AST SpaceMobile 過去12個月漲了1倍多，它的市銷率說白了就是市值除以營收，一度被炒到了280倍。你沒聽錯，280倍。它一季度的營收才1470萬美元，連華爾街的預期都差了快 60%。 一家季度營收1000多萬的公司，市值卻炒到了幾百億。這不是投資，這是接力賽跑，賭的是下一個人接的比你更高。火箭實驗室算好的了，3個月漲了 72%， 可同期整個航空國防板塊指數還跌了快1個點。它這波漲幅裡超過 150%是靠估值硬撐的，不是靠利潤。
最離譜的是維珍銀河，一個月一度暴漲105%，事後大家才回过神來，很大的一部分買盤竟然是因為代碼看錯了。SpaceX 的代碼是 SPCX， 維珍銀河是 SPC1， 長得太像了，一堆散戶手一抖買錯了。你沒聽錯，一場認錯門牌號的烏龍，撐起了翻倍的漲幅。說白了，這是影子股的命，從來不是自己的，是借來的。他們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市場買不到真貨，現在真貨上市了，這個理由當場就沒了，那塊憑空鼓起來的溢價就地歸零。所以昨天這一跌，不是情緒崩了，是地基塌了。連一向毒舌的大空頭查諾斯上市前後就公開開炮，他說 SpaceX 這 1.75 萬億的估值，差不多是90倍的營收，靠的不是基本面，是大家對馬斯克對 AI 的一股子熱情。說白了，是一場關於希望和夢想的幻覺。那市場憑什麼昨天突然就清醒了呢？因為他第一次有了一個能算賬的真毛。SpaceX 去年的真實營收186.7億美元，其中光星鏈一項就貢獻了114億，佔了60%。調整後的盈利有65.8億。星鏈的訂閱用戶到去年底已經超過了850萬，而且還在高速的往上漲。這是一家有真金白銀現金流的公司。當市場能把錢投給一個真東西，誰還願意為影子買單呢？那些只會畫 PPT， 年年虧錢，靠不斷增發續命的票，自然就被一腳踢開了。所以你先記住今天的第一個判斷， SpaceX 上市的這一天，最值錢的信號根本不是它漲了 19%， 是市場用真金白銀把整個太空賽道重新排了一次隊。誰手裡有真東西，誰只是借了個殼，一天之內分得清清楚楚。好，到這兒，誰漲誰跌的謎底算是揭開了。但你要是以為看懂這把手術刀就完了，那還早。我跟你說個更反直覺的事，連昨天漲了 19% 的主角 SpaceX 自己，它這波漲都不是真的。或者更準確的說，真正能決定他生死的那筆錢，昨天1分都還沒進場。這話什麼意思呢？其實這套規則機器，我前2期已經專門拆給你看過。今天 IPO 真的落地了，咱們正好拿着首日的盤面，看它怎麼一步步的開動。你得先分清，買股票的錢其實有2種，一種叫自願的錢，有人覺得這東西好，還能漲，自己掏腰包買。昨天那 19% 幾乎全是這種錢，是機構搶配售加上散戶追高堆出來的。還有一種錢叫強制的錢，這種錢沒腦子也沒選擇權，它是被規則逼着，不管價格有多高都必須買的。而這種錢昨天1分都還沒動。現在你再回過頭來看昨天的盤面，就全明白了。昨天換手 5.04 億股，差不多是發行股數的90%。這麼大的換手，到底是誰在買呢？盤面拆下來，大致是3層完全不同的錢。第一層，散戶，他們負責點火。這次馬斯克破天荒給散戶留了 30% 的配額，差不多225億美元。可人太多了，開盤前的申購訂單一路飆到超過1000億，1000多億的錢去搶200多億的貨，結果絕大多數人嚴重踏空，最後只拿到了一點渣。那沒買到的那幾百億資金去哪了呢？開盤鈴一響，錢衝進市場，不計價格的買。
這就是開盤瞬間被頂上去的原因。第二層，機構，他們負責築底，大概1000家大機構認購，超額好幾倍。據說這裡頭還有幾家中東的主權基金。這種大資金的脾氣就是不追高，專挑低位穩穩的接貨。盤面上看得很清楚，收盤價被摁在了160出頭，沒有像影子股那樣崩下去。這種托底的痕跡多半就是這層錢留下的。可第三層的錢才是今天真正的主角，那就是搶跑的对冲基金。他們昨天瘋狂的囤貨，根本不是看好火星，他們是算準了2個星期後那筆不計價格的強制買盤會衝進來。那這筆強制的錢到底什麼時候來呢？2個時間點。第一個，富時罗素这個指數6月26號收盤後把 SpaceX 正式納進去。第二個，也是更大的一筆，納斯達克100差不多落在7月初7號前後。一旦納入，全世界追蹤這些指數的被動基金，比如那只上萬億規模的 QQQ， 就必須買入 SpaceX。 注意我這3個詞，必須、無條件、不計成本。再往下講之前，先把利害關係跟你說清楚。你可能在猶豫要不要追 SPCX， 也可能手裡就拿着 QQQ 這類指數基金，又或者你有個退休賬戶。我告訴你，接下來這張時間表都跟你的錢直接相關，它會決定你哪天該睜大眼睛盯盤，哪天千萬別腦子一熱往裡衝，因為有這麼幾天你的錢會被規則推着走，而不是被你自己推着走。所以你看，那幫對冲基金的算盤就清楚了，他們要把昨天囤的高價籌碼等2個星期後原封不動的倒給那些別無選擇的被動基金。這就好比有人提前知道下個月某天菜市場會來一個冤大頭，不還價，有多少要多少。那他今天會幹嘛呢？當然是先把菜囤了，就等那天高價出貨。所以機構搶得越兇，也不是因為這公司有多好，是因為他們想卡住位置，等着賣給7月那筆錢。把這2件事搞混，覺得機構搶就是利好，這就是散戶最容易踩的坑。這裡還有個細節藏在招股書裡，特別有意思。SpaceX 給內部人設了一條業績對賭，簡單說，上市初期只要股價能在頭幾天裡反復站上發行價 30% 以上，也就是大概 175.5 這條線，內部人就能多解鎖 10% 的股票提前套现。你再回頭看昨天盤中最高衝到多少？ 176.52， 剛剛好，越過那條線一點點。你說這是巧合，還是有人有動機想方設法的把價格往那條線上頂呢？我不替你下結論，這個細節你自己掂量。還有一筆籌碼今天就能砸盤，招股書裡有個定向配售，大概2778萬股，值差不多 37.5 億美元，是留給員工和高管親友的。這部分一天鎖定期都沒有，昨天就能合法的拋售。相对2萬億的盤子，這點拋壓是9牛1毛。可在頭幾天薄薄的流通盤裡，它就是最不安分的一顆釘子。好，先把7月這2個字刻在腦子裡，因為真正的大戲是這筆7月才到的買盤和另一股力量的正面對撞。先看買的這邊，它是明牌，時間卡得死死的。富時罗素那一下，按投行估算，至少要砸進11億多美元。真正的重頭在7月初的納斯達克100，強制買盤大約在50億到80億美元，
全部加起來，上市頭幾周預計有220億到270億美元的被動資金被規則逼着進場，而他們要搶的是那只有大約4%的薄得可憐的流通盤。220億去搶4%的盤子，這是什麼場面呢？我給你找了一面最貼切的鏡子，特斯拉。2020年12月，特斯拉被納入標普500，生效前最後一個交易日，被動基金必須在收盤的那一刻建倉。結果天量買單湧了進去，把特斯拉的股價在收盤的那一瞬間，從662美元硬生生的頂到了695，一下推高了近6%。那一天，被動資金被迫的買了700多億到900多億美元。可你先別急着高興，就在這股機械買盤耗盡之後，正式生效的第2周，特斯拉就跌了4.8%。這就是我想讓你記住的一句話：強制買盤是一記脈衝，不是一根支撐。它來的時候轟轟烈烈，可它是一次性的，打完就沒了。而且別忘了，特斯拉當年的流通盤還很充裕，做市商好歹找得到对手盤。SpaceX 呢，流通盤才4%，比特斯拉那時候干涸得多。所以7月那筆錢進來時，價格很可能被頂得更高，更誇張。但你一定要清醒，那不是公司突然變好了，那是規則在硬抬轎子。誰要是那幾天頭腦一熱衝進去，你接的很可能就是前面那幫搶跑資金專門給你留的高價籌碼。說完買的，再看賣的，這邊更有玄機。按招股書的規則，內部人解禁是一級一級來的。2季度財報後大概8月，先解禁20%，然後從第70天到135天，每隔半個多月再放7%。到11月初，3季度財報之後，有一次最猛的28%的超級解禁。馬斯克本人那64億股鎖整整366天，要等到2027年的6月。你光看這些數據，會覺得8月到12月簡直是個拋壓的雷區。但這裡有一個被絕大多數人忽略的時間差，這些解禁說的只是法律上拿到了賣出的資格，不等於錢當天就能砸下來。為什麼呢？因為 SpaceX 大量的早期股權是層層套在2-3層的實體裡的，表面那層鎖定期一到，第一層實體得花1個月才能把股票分給出資人，出資人要還是一個母基金，又得再花1個月往下分。這麼一層一層穿透下來，光手續就拖掉好幾個月，再加上這些大戶一次性套現，要交一大筆重稅，誰也不傻，必然會把減持拉長，慢慢的避稅。所以真正的結論是這樣的：買盤是明牌，是機械的，7月就到；而賣盤呢，資格雖然陸續到位，真正的拋壓卻被實體和重稅這2道閘門硬生生的往後推到了年底，甚至2027年。你看出這場仗最高明的地方了嗎？他把買和賣故意的錯開了。夾在中間的7月到秋天，最可能出現的是搶跑資金和被動買盤聯手把價格撐到高位的虛假繁榮，而真正那座拋壓的堰塞湖被人精心的挪到了更晚的地方。哦，對了，還有一道閘門徹底關死了，那就是真正的大池子標普500。我前2期也聊過，他堅持要持續盈利才讓進。SpaceX 1季度還虧着42.8億，所以進標普500至少也等到2027年中。那池子裡13萬億美元的被動資金，短期內1分錢都進不來。這意味着連買盤的天花板也被釘死了。那把這一切串起來看，
你會發現一件事：昨天這場 IPO 根本不只是一家航天公司上市那麼簡單。你以為你買的是一張通往火星的船票，是星辰大海，可華爾街在定價的是一個被重新包裝過的東西，太空大基建加算力網絡加前沿 AI 3合1的金融工具。你別忘了，上市之前馬斯克早就把自己的 AI 公司 xAI 併進了 SpaceX， 他甚至放話要把 AI 的數據中心搬到地球軌道上去，用太空裡的太陽能給 AI 供電。說白了，他賣給你的是火星夢，市場買的是算力賬。也難怪上市的當天他人都沒去紐約敲鐘，代表錢的總裁和財務官留在紐約，他自己跑去了德州的火箭基地，對着工程師一句財務數字都不提，張口就是月球和火星。這個畫面本身就是他賣的故事和你買的賬單之間那道裂縫最好的注腳。而 SpaceX 還只是這台巨獸抽水機的第一次試運行，後面排着隊的是估值8520億的 OpenAI， 是估值9650億的 Anthropic， 這3家加起來超過 3.5 萬億。他們遲早都要用同一套打法從公開市場裡抽水，這套遊戲的規則正在被這些巨頭一遍一遍的改寫。那作為屏幕前的我們這些普通人能做點什麼呢？我從來不在這個頻道裡告訴你該買還是該賣，那不是我的事，也不該我替你做決定。我能做的是讓你看懂一件事，你手裡那只看起來穩穩當當的指數基金，它在哪個日子會被什麼力量推着去買什麼賣什麼。尤其是7月那一波，當強制買盤把價格架得老高的时候，你心裡得有數，那是規則在抬轎子，不是基本面在說話。千萬別把那種規則性的虛高當成自己看對了方向。說點更實在的，你不用去賭 SPC 到底是漲是跌，你只要做一件小事，把6月26號和7月初那一周這2個日子圈在日曆上。那幾天如果價格被強制買盤頂得老高，恰恰是你最該做住最不該腦子一熱衝進去的時候。同樣，如果你手裡拿着 QQQ， 也不用慌了動，只要心裡清楚，從此以後你這支基金裡多了一份誰也沒問過你的火星倉位就行了。看懂了這個節奏，你至少能把決定權從冷冰冰的規則手裡往自己這邊多奪回來那麼一點點。最後留個問題給你，還記得開頭那個謎嗎？同一天有人腰斬，有人狂歡。現在你知道答案了，市场早就在分清誰是真貨，誰是影子。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等7月那筆強制買盤衝進場，它到底是把 SpaceX 的價格焊得更高，還是變成那幫搶跑資金的出货口呢？而那座被推遲到年底拋壓的堰塞湖，又會在誰還站在場內的時候悄悄地結堤呢？你猜 SpaceX 真正的最高點會出現在7月那幾天，還是更晚呢？評論區告訴我你的判斷和理由，咱們一起盯着這場戲往下看。這裡是明野3000里的頻道，記得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